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是李思雨，家在18线小县城。毕业后，凭我自己的努力，薪资达到了2-3万。过年回家，我妈告诉我咱家拆迁了。紧接着，我这一个春节假期都在和我的奇葩亲戚们斗智斗勇。你敢信？相亲第一天，相亲对象就把我拉进了他家的微信群。刚进去，他妈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：你们结婚以后，你得辞掉工作，在家专心伺候我们，1年内生个男孩。我爸说彩礼18000包含3金，你们家嫁妆50万。我姐说了，你那个狗养得太费事儿了，咱们结婚后就卖掉吧，也能赚个钱。还有咱们结婚以后，你要在家全心全意照顾我爸我妈，每个月我给你1500的生活费。我一个大白眼翻上了天。我们认识吗？我们很熟吗？你们家可真有意思，跟我说有屁用啊？难道你大白天就开始做梦了？难道觉得我看上你了吗？我一顿输出，然后拉黑删除一条龙。没想到他们家脸皮是真的厚，第2天竟然上门提亲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家里房子拆迁加上养殖场被政府征用，一共补贴了300来万。从那天起，我家的门铃声就没有断过，许多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都来走动。尤其是我那好几年都没怎么联系的舅舅，带着他的妻儿老小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管我妈要房子。我妈露出为难的表情，我爸抢先一步说道：雷子，先进来，先坐。姐夫，你们家不是在光和中学旁边有套房子吗？正好小乐马上就要上中学了，给我们住呗。我向来与我这个舅舅不和，我又是个暴脾气。舅舅，咱们2家多少年都没来往了吧？你一上门就要房子，不合适吧？思雨，大人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再说了，我是你舅舅，我跟你妈是亲姐弟，一套房子算什么？我爸忙打圆场：雷子，我们不是不想借给你房子，而是思雨准备在大城市扎根，我们卖掉那套房子支持他。舅妈惊讶地张大嘴巴：什么卖房子支持他？传出去笑掉大牙，女儿就是赔钱货，以后你们老了，你看他管不管？这话我可不爱听。我停下撸狗的手就反驳：舅妈，以后我要是在大城市扎根了，第一时间就会把我爸妈接过去，养老的事情就不需要您操心了。舅舅轻蔑地瞥了我一眼，随即挤出一个虚伪的笑容，苦口婆心地对我妈说：姐，你也别觉得我们说话难听，咱俩可是亲姐弟，我这不也是为了你和姐夫的将来做打算吗？我看干脆这样吧，把我儿子过继给你家养，以后你们的养老归他来管。原本和气的我爸现在脸色铁青，揽着我妈的肩膀说道：雷子，念在咱们亲戚一场的份上，难听的话我就不说了，但是我们家永远都只有思雨这一个孩子就足够了。话说到这份上，舅舅和舅妈只好悻悻离开，可我没想到他压根就没想消停。大年初5，我们全家去外婆家参加聚餐，当着众多亲戚的面，我那好舅妈一改尖酸刻薄的嘴脸，整一个笑面虎的样子。我以为她只是单纯的两面派作风，谁知她嘘寒问暖了一阵后，才露出她真正的目的。思雨，今年多大了？也有25了吧？看这小脸蛋长得多好看，跟舅妈说说有没有谈男朋友啊？这样八卦的话题引得其他亲戚也跟着起哄。我淡定地回：还没有呢，怎么舅妈要给我介绍？舅妈故作惊讶：哎呀，你这样优秀的女孩子还单着呢？
他拍着胸脯说：“放心，这件事交给舅妈，明天就给你介绍一个优秀的小伙子。”我一直遵循一个道理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我也不是软柿子任人欺负。既然我的好舅妈这么爱玩，那我就陪她玩玩。回家我就给我爸我妈通了个气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第二天一大早，他还真领了一个男人到我家。那男人提了半袋水果，跟在舅妈后。我爸妈愣了一下，说：“这小伙子是谁呀？”舅妈嚎着大嗓门：“我弟弟的孩子，为人老实本分，你看是不是跟思雨可配了呢？”我嘴角直抽抽。那个男人30来岁，胡子拉碴的。我爸说：“先进来吧，坐下说。”看我不太情愿的样子，舅妈立马说道：“这是刘琦，虽然初中毕业，又大你8岁，但是俗话说得好吗？年纪大的男人会疼人。再说了，我这侄子可是1等1的优秀，年纪轻轻就在家办了个养猪场，一年收入有10来万呢。哇哦，只带8岁吗？我的好舅妈啊，可真会膈应我。一年收入10来万，就算优秀了。我一个月挣2、3万，你怎么不说？”我爸妈相视一笑，给他介绍我们家思雨的条件了吗？介绍了，介绍了，满意的很呢。刘琦是他们家唯一的儿子，现在才事业有成，然后岁数又大了点，家里就对他的婚事着急，最好今年就能结婚。我妈佯装着摆手道：“不行不行，这也太仓促了。”我的好舅妈朝刘琦使了个眼色后，刘琦急切地对我爸妈说：“叔叔阿姨把思雨交给我，你们就放1万个心吧，我一定会对她好的。”我爸边给他添水边说：“小伙子啊，这等婚姻大事可不能这么着急，你们这才刚见面，得相处相处啊。”他们继续寒暄着，我抬眼瞥了眼，刘启正巧看到他把手指伸进去鼻孔抠鼻屎，不巧跟他目光正好撞上，我还没来得及闪躲，只看到这大哥竟然咧嘴朝我笑了笑。我的好舅妈来回说的都是自家亲戚，思雨嫁过去了，不会吃亏的。我爸妈反正就是不表态，你爱怎么着怎么着。最后见我爸妈也没有留他们吃饭的意思，就带着人离开了。刘琦死乞白咧地缠着我，加了微信才走出我家。见人离开后，我往沙发上一躺，爸妈，我的好舅妈真的给我介绍了一个好男人啊！你们知道他刚才抠鼻屎被我看见了，我差点没吐。他们不是存心膈应我们吗？我们也不是好惹的，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我爸我妈一致同意我的决定，说我做什么都会配合我的。我刚同意了刘琦的好友申请，他就发来了消息：“思雨，我把你的照片发给我爸妈看了，他们对你很满意。”我一脸黑人问号，一脸的懵逼。我记得我好像没有发过照片给你吧？不料下一秒他就发了张照片过来，竟然是偷拍的，还是我的素颜照，气死我了！你说，你想让你爸妈看照片，你找我要啊？偷拍干什么啊？那照片里面的我真的是要多猥琐有多猥琐，你不觉得你这样有点不尊重人吗？结果他给我发了一堆无辜的表情包，求你了，别恶心我了，真的很要命。对不起，思雨，我想着你应该不会生气，然后我就拍了一张照片给我爸我妈，我回了一个微笑的表情包给他，为了表达我的歉意，小小的红包你拿去买几杯奶茶吧。我刚看到这条消息，一转眼的功夫，我的对话框里就看到了5、2元的转账，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备注：非自愿转账，分手后退还。我这个暴脾气啊，立马穿鞋去了客厅。爸妈，你知道他多恶心吗？他偷拍我就算了，
他竟然还想扑我，我可受不了这个气。说完，我直接点击退还。思雨，我知道你不是一个物质的人，但是我愿意请我的女朋友喝奶茶啊。首先，我不缺这点奶茶钱。其次，咱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吧？我可不是你的女朋友。我把我们两个所有的聊天记录都录屏了一遍，转头我发了一个再见，就把他删了。我看他还能出什么幺蛾子，然后就开始了我的追剧生活，吃吃喝喝。到了晚上，呀呼，接到了我舅妈发起的群聊天，点了接通后，镜头那边出现了刘琦一家人。我的好舅妈乐呵乐呵的给我介绍刘琦的爸妈。思雨，我就说了，他们会很喜欢你的。我十分镇定的打了招呼，然后按下了录屏，保留一切证据。刘琦的母亲有些挑剔的看了一眼我，说：“长得还可以，就是这也太瘦了吧，不知道能不能生儿子啊？”我的好舅妈像打圆场，怎么会不能生呢？等她嫁过去之后，你多煲点汤给她养得肥肥胖胖的，多少个孙子都能给你生出来。我满脑子都是骂人的话，差点就脱口而出了。但是我的理智告诉我，我不能骂人，我还在录屏。于是我十分不耐烦地低着头逗狗，而刘父则是询问我在哪里工作，月收入多少。得知我一个月2、3万的工资后，他居然撇了撇嘴，女人这么能耐，怕是要骑到男人头上去喽。我忍耐到了极限，叔叔阿姨，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，我就先挂了。我没想到他们脱口而出的一句话，真的让我无比震惊。怎么没事？这不是在商量你们的婚事吗？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？婚事？我真的大为震惊，这速度堪比网恋速度。是啊，我们想问问你那边彩礼一般给多少啊？要不然干脆算了，这什么年代了，就不要彩礼了吧，反正你们小两口过得好就行了。巴拉巴拉巴拉的说的我头疼，我赶紧打断：叔叔您好，我觉得我今天才和刘琦见面，还谈不上结婚吧？他依旧旁若无人地说：“你家境那么好，结婚了干脆多带点嫁妆过来，反正都是你们的。”刘琦插话道：“对，而且我爸妈说你结婚后辞职在家，1年内怀孕，最好是个男孩。”他姐姐又补了一句：“你那个狗我看就卖了吧，养的也费事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”理智告诉我不能成为一个泼妇。我还是很有礼貌地说：“叔叔阿姨，我想你们误会了。首先，结婚需要双方看对眼，双方父母商量婚事。况且，我从来没有表示过我看上了刘琦，我们之间根本走不到订婚这一步。其次，我不管我以后结不结婚，我的工作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最后，我很爱我的狗，谁敢动我跟谁拼命。还有，我已经对你们很礼貌了，没有礼貌的是你们。如果你们还要继续骚扰我的话，我不介意报警处理。”退群后，我就把所有 SB 拉入了黑名单。马舵，真是膈应死我了。我把这件奇葩事给我爸妈说了后，他们劝我别生气，不值得。我也是没生气，就是服气了。摊上这种人，我这事发朋友圈都要被人单扣一个6。当初是他们自己说的不来往，好家伙，看见拆迁了，有钱了，又贴上来了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这句话说得好啊。我爸叹了口气说：“谁要欺负咱们，咱们就要反击回去，教训越大越好，让他们都尝尝记性。”我边赞同边道：“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觉得逼婚这事要发生在我身上了，咱们要做万全准备，做到处变不惊。”我爸妈一致同意。大年初4一大早，果然如此，门口熙熙攘攘的。我妈起来叫我起床说：“思雨，
果然不出你所料，刘琦带着东西上门逼婚了，还放了鞭炮，现在十里八乡都知道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妈，别着急，他不就是想让我被迫接受吗？那咱们就演一出，就按昨天说的来就行。刘琦一边喊一边拍门，思雨，思雨，我来了，思雨，思雨，我爱你。刘琦嚎着嗓子大喊，妈，你去接盆说，他不是喊得来劲吗？咱们让你拜拜火。我妈径直跑到厨房接了一盆水，妈，给我。爸，开门。哗啦一声，世界都安静了。思雨，你终于肯见我了，我给你买了很多东西，你看有猪肉，有衣服。刘琦扒着门，笑得瘆人。我装作吓到了，往后退了一步。紧接着我爸上场了，我女儿说了不喜欢你，如果你再继续骚扰我们就要报警了。村里的流言蜚语传的就是快，一群人在我自己家的门口小声讨论我是不是骗婚了，甚至还有人看热闹不嫌事，大喊了句，是不是嫌弃新姑爷提的东西少，不让进门啊？这话一出，引得其他人哄堂大笑。我内心毫无波，直接关门。刘琦见软的不行，直接踹门。李思雨，你欺骗我感情。妈，报警了吗？报了，我跟他就没有感情，哪来的感情欺骗这一说？对于这种倒打一耙，把不要脸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人，我也算是大开眼界了。我放下水盆，就要上前给他一个大逼兜。情感纠纷，我们一家连忙摇头，根本就没有情感，精神病遗传病史吧？谁敢让他进门啊？昨天才认识，今天就上门提亲，这怕不是有什么看把我女儿吓成什么了。好在这时警察及时赶到，我配合着我妈，露出一脸委屈的表情。警察看看他，看看我的，都觉得稀奇死了。还有这种事？警察同志，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的。她明明是我的女朋友，还收了我6000块的礼金。经济纠纷？胡说！她昨天就送了半袋水果来，水果还在我们家呢，一个也没动。说着，我妈就进门，把那半袋水果丢给了刘琦，赶紧拿着你的东西滚出去。我也没想到他竟然还能那么不要脸的坚持说那6000块是微信转账给我的，就是微信转的6000块，少一分我都不走。微信转账？那你把转账记录给警察看看啊！他眼睛一瞪，忙耍赖，你收了钱就把我删了。刘琦一副反正你删了我，要死你就是收了我钱，你也没办法的表情。我可不惯着他，直接掏出手机录屏。警察同志，我和他的聊天记录我可是都录屏了，你看看都在这呢。他给我转了52，让我买几杯奶茶，还备注什么非自愿赠与。我缺他52吗？再说了52买什么？买个香飘飘吗？他几次三番的骚扰我和我的家人，我现在有权让你对他进行刑事拘留。警察仔细看了我的手机录屏后，直摇头。小伙子啊，想谈恋爱就好好谈，你这样可是涉嫌诽谤罪啊！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刘琦见势不对，连忙说：警察同志，是我记错了，我记错了，不谈就不谈，报什么警？刘琦站在门口嘟嘟囔囔了好一阵，才不情不愿地提着东西往回走。我们哈哈哈大笑，就听到刘琦在门外喊着什么：哪里去找纯洁的女孩子啊？现在女的一个比一个物质，还没结婚呢，就打男人钱的主意。我们也不想再计较。他又胡说八道了些什么？万万没想到，我的好舅妈竟然还有脸上门要说法。我爸妈也没让她进家门，我好心好意给你女儿介绍对象，你居然这样对待亲戚。舅妈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求你了吗？
是你自己上杆子。再说，你也不正眼看看你介绍的那是个什么玩意。我妈翻了个白眼，有你这样的亲戚，真的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。赶紧走吧，我们家不欢迎你。舅妈又骂了些什么，看我们家都没有人搭理她，这才悻悻离开。之后我妈也是生气了好一阵，见我妈气成这样，我心里也不好受，安慰了他们之后，提议带他们去商场购物一波。爸妈去上厕所，边走边嘱咐我等他们。我低头玩着手机，一个抬头竟然看到了刘琦一家，真晦气。我扭头就想走，不料刘琦竟然追上来：“思雨，思雨，你别跑啊！”我不理会这声喊叫声，刘琦竟然直接伸手使劲拽住了我。你躲着我做什么啊？别害羞，跟我家亲戚打个招呼。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我悄悄打开录音功能。刘琦，放尊重点，咱俩有那么熟吗？刘琦一脸娇羞地走上来。思雨，别耍脾气了，我知道你是故意的。他们家的几个亲戚交头接耳，刘琦这女朋友脾气还挺大。刘父则是一脸不爽的从我脸上瞥过，脾气大就是欠收拾。刘母这是笑嘻嘻的走上来打量我说：“姑娘长得是挺标致，脾气确实是臭了一点。以后进了我家的门，我可得好好给你立立规矩。”我见刘琦没有松手的意思，我拿出手机再次威胁：“光天化日之下就敢非礼我，非让我把你报警送进去才行是吗？”刘琦头一歪，满脸严肃地看着我说：“思雨，你到底在弄些什么啊？该道歉都道歉了，红包也发了，昨天提亲我还提了不少猪肉，算是给足你家面子了。乖乖听话，求求了，救命啊！恶心死我了！这位哥不会真的把自己当成霸总了吧？我听你奶奶的话啊！”我一脚朝他的裆下踢去，趁他手无缚鸡之力时，赶紧逃脱，逃到安全的地方。我立马掏出手机给我爸妈打了电话，告诉他们不用担心，都已经解决了。在县城大街上闹了一通，我家的事情也在村里传开了。但是谣言越传越离谱，竟然说我水性杨花，骗吃骗喝，骗钱还骗婚。但是我可不是任人宰割的小羔羊。妈，张姨是不是很久没有来我们家玩了？是啊，她在家带孩子，最近不怎么出门。你想她了？我明天叫她来家里坐坐。张姨那可是一整个的情报中心啊，十里八乡的没有她不知道的八卦。刘琦一家不是想让我家名声尽毁吗？我自然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大兰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可听到你弟弟家的那口子到处说你们家坏话呢。大兰是我妈的小名，村里人都这么叫。我见状起身，甜甜地喊了一声：“张姨好。”张姨素来跟我家关系很好，见了我也是一顿夸赞。紧接着，她把我妈拉到一边：“大兰，怎么回事？村里边就传疯了，说你家思雨骗婚骗财的，那说的可是有鼻子有眼的。这话还是从你弟媳妇那传出来的，我自然是不相信的。可是思雨的名声要紧啊，我妈也是得到了我的真传，一个劲儿的输出，说的委屈的很，说到激动出也是一个劲的抹泪，气得我张姨一拍桌子：“这也太可恶了，都是亲戚，还这么坑人，不行，我得好好宣传宣传他做的好事。张姨，你等等，你这样空口无凭的，别人也不会相信你啊。我这里有证据。”我拿出我手机里面的录屏和录音放给他看：“张姨，你看看，哪有他们这样不要脸的人啊？那个刘琦给我转了5.2块，说让我买几杯奶茶。5.2块，买什么？
买香飘飘吗？我都给他退回了，他竟然还有脸上门找我要钱，说什么微信给我转了6000块，一个5.2块，愣生生被他说成了6000。要不是当时我报了警，警察同志就在身边，我还真要被他坑了。还有，我带我爸我妈去逛街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在等我爸我妈，他迎面带着他们一家子走过来，围了我，差点都要打我了，我一个提档才躲了过去。张姨连忙摇头，我给人做媒那么多年，从没见过这么抠的。我妈气得破口大骂，我们家拆迁分了300多万，用得着骗他那几千块钱，真是做了孽了，碰上这样的人。随后我再拉着他看了看我的好舅妈，那是我跟刘家人群视频的录像。张姨，你评评理啊，哪里有相亲第2天就拉群聊天跟父母视频的吗？而且他爸妈还跟我说什么不给彩礼了，要让我陪嫁50万的嫁妆，这不是纯当我大冤种吗？张姨大骂，彩礼是跟女方父母聊的这个问题，问女孩子她这个算盘打的可是真响啊。还有他们一家人像是听不懂人话似的，我从来都没有表现出我要跟他交往的这种错觉给他，但是他一直对我和我的家人进行骚扰，我威胁他报警都没用。张姨喊我把视频发给他，思雨，姨是看着你长大的，我不能看你白白的受欺负，这件事交给我，我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。我相信张姨有这个实力，更何况我们手里握着的可是实锤视频。刘琦一家住在我们隔壁村，只怕是他们一家以后在村里再也抬不起头来了。但是他们抬不起头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张姨那几个老姐妹不愧是村里情报局的代表。几天后，村里的话锋突然就转了，他们纷纷指着我的好舅妈骂道你怎么这么不地道，然后当着我妈的面骂刘琦一家不是东西，气得刘母上门找我们理论。我呸，你家的小浪蹄子勾引人，还敢到处说我儿子的坏话，你们骗钱骗物，我就是要搞臭你女儿的名声，就怕到时候你家嚷着让我家娶她，我家还要考虑要几百万的嫁妆才能让他进门呢。他这大嗓门引得无数人来围观，我清了清嗓子，正要出去和他对骂，就被我妈拦住了。别着急，等等看，你张姨他们现在正在来的路上呢。话音刚落，我就看到张姨和他的几位得力干将就已经赶来了。张姨手里还拿着一个大喇叭，大喇叭不断地广播着我发给张姨的视频内容，气得刘母脸红脖子粗。张姨可不惯着他，我早打听清楚了，你儿子刘琦今年都30好几了吧？早年谈了个女朋友，可是你们家刘琦不老实，嫖娼被抓，然后婚事就吹了吧？你问问大家伙，谁不知道你儿子在10里8村的名声都臭了？谁家还敢把女儿嫁给你儿子？其他几个，我张姨左膀右臂，七嘴八舌道：你们家是不是欺负我们村的姑娘好骗？竟然敢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逼人结婚！我呸！刘母气得直跺脚，奈何她没有那个实力，比不过那几个姨，这才几轮就败下阵来了，一整个的落荒而逃了。也不知道是村里闲话传多了，还是我那好舅妈良心开窍，一直不停地给我妈打电话道歉。可惜我妈压根不想理她。在我春节假期结束的前一晚，外婆打来了电话，我看我妈脸色变得越来越不好看，就知道又出事儿了。怎么了？不会是妈有什么事吧？我爸见状焦急地询问。妈没事儿，就是不知道我的好弟媳妇又想搞什么幺蛾子。妈非要说我弟媳妇知道她做的不对了，
想着邀请我们几个亲戚吃饭讲和呢。我们一家人是真的不愿意再见那个舅舅舅妈，但是无奈外婆再三出面，我们也不好驳了外婆的脸面，就只能去舅妈家吃了那顿饭。都怪我识人不清，给你们造成了麻烦，一定要带上思雨一起来啊！我要给她赔礼道歉。听到舅妈电话那头的声音，我和我爸小声嘀咕了一句，恐怕道歉是假，估计又要整什么幺蛾子了。我们到舅妈家的时候，外婆和几个舅舅已经上桌聊天了。外婆不疼我妈，连着我跟她也不亲。到了之后，我喊了我几个弟弟妹妹一起坐下来玩手机。外婆一改常态，一脸谄媚的跟我主动搭起了话：思雨，前几天你舅妈为了你的婚姻大事没少操心，不管怎么说吧，长辈也是为了你好，中间要是有什么误会，你大度点，别放在心上啊。我这外婆可真是语言小达人呐，几句话反而变成了我的不对。哪里会，舅妈也是被骗了吗？我理解的，我嘴上也是虚假的说着。紧接着其他的亲戚也都七嘴八舌的聊起了天。在饭桌上，舅妈频频向我们敬酒，当然我也不傻，我也没都喝。思雨，舅妈是被猪油蒙了心，不知道他们一家那样的不知礼数。舅妈和舅舅在这向你道歉了。说完，他就拿胳膊肘捅了捅舅舅。舅舅挤出了一个皮笑肉不笑的笑容，举杯说道：思雨，舅舅向你们道歉。他们的姿态摆得极其低，又当着众多亲戚的面，仿佛如果我不喝掉那杯酒，倒显得是我不懂事了。我喝了之后，舅妈又倒了一杯酒，说了些吉祥话，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之类的，酒一杯一杯的下肚。我也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，急忙掏出手机告诉爸妈提防一点。饭吃的差不多了，外婆终于露出了她的真实目的：大兰，你家拆迁补了不少钱，打算怎么花啊？我立马警惕起来。我妈则是笑吟吟地说要留给我在大城市买房。外婆撇了撇嘴，一个女孩不用替她打算这么多，倒是自家家里你要顾着点啊，合着还是想让我家出血啊？我舅舅兴奋地搓了搓手，然后频频向我爸敬酒说：姐夫，自家亲戚你就帮衬帮衬。我爸沉默着，并没有接话。见我爸什么反应都没有，我外婆竟然嘤，我老了也不知道哪天就死了几个孩子都有出息，我不愁。如今大兰你发达了，连自家姐弟都不顾了。说着说着，我舅妈也跟着趴在外婆的肩膀上哭：妈，我的命好苦啊！我那其他几个舅舅和大姨听到这儿，生怕外婆要他们接济小舅一家，赶紧找借口离开了。我喝的有点多了，加上屋子里闷闷的，又走出客厅到院子里透风。当我外婆开口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妈今天肯定会给钱给他们。我虽然不开心，却也不好阻止，那毕竟是我爸妈的钱。思雨，真不好意思。舅妈追了出来，她有些难为情，别整这虚假的一套，我真的看了非常恶心，你可不要怪舅妈啊，实在是舅妈的日子过得苦啊。说着，她竟然虚情假意的在我面前抹起了眼泪。你别这样，我受不了。夜里风有些寒，吹得我一抖呀。夜里风凉，你就穿这么点，怎么能成呢？然后来上2楼，我去给你找件衣裳披着。这突如其来的热情让我很不自在。我坚信事出返场必有妖，我强打的精神打开了手机的录音。2楼的房间里，舅妈絮絮叨叨的给我讲述这些年都不容易。我越听越困，或许是有劲上来了，有些昏昏沉沉的。你先睡一觉，
等他们聊完，舅妈就来喊你。随后，我沉沉地睡了过去。不知多久，我被一阵寒意激醒。你是谁？房间里突然多了一个人。思雨，别怕，是我啊，你真美。刘琦已经把我的外套脱了，我只剩一件薄薄的衬衣穿在身上。你别乱来，我爸妈就在下面呢。他狠狠地咽了咽口水说，我姑姑说了，只要跟你生米煮成熟饭，你不想嫁给我也得嫁，到那时候你家的钱不都是我家的吗？他狠狠地扑过来，撕扯着我的衣服。我剧烈的反抗，想要吼叫，却被他捂住了嘴巴。嘘，不要反抗了，没用的。你爸妈已经被我姑姑他们灌醉，他们听不到的。我脑子里出现了2个词：屈辱、绝望。在他摸上我手臂的时候，我的眼泪终于止不住地往下流。舅舅舅妈，再怎么说，我妈也是你们的亲姐姐啊，就这样置我们于死地吗？他们居然做出了这样龌龊的事，要毁了自己侄女的一生吗？刘琦朝我吹着热气，我强忍着恶心，拼命挣扎。我不能就这样被毁掉。终于，我摸到了床头柜上的花瓶，卯足了力气瞄准刘琦的头，用尽全身力气往下一砸。他吃痛的起身，而我趁着这个机会抬脚朝他的裆狠狠地踢去。我要下楼去质问他们，他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他们还是人吗？可恶的是，房门居然被锁了，他们居然敢做这种事情。马舵，你这个臭婊子！刘琦一把扯过我的头发往回拖。救命！爸妈救我！我抄起屋子里能拿动的东西拼命砸门。死心吧，你爸妈这会儿肯定是喝醉了。你以为我姑姑姑父真想要你那点钱？我把你办了，不都是我们的吗？我奋力扑打着，却被他哐哐哐甩了2个耳光。我抓起地上花瓶的碎片，从刘琦的脸上狠狠地刮去。我要跟你拼个你死我活！他愤怒地掐着我的脖子，去死吧！你快去死吧！我呼吸不畅，几近昏厥。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得这么不明不白。要是我就这样死了，我爸妈得有多难过。终于，砰的一声，房门被踹开了。我听到了我爸歇斯底里的大吼：“放开我女儿！思雨，思雨！”我妈尖叫的冲上来，拿衣服裹着我。我吓得扑进我妈的怀里大哭，是舅舅舅妈干的。我妈红着眼眶安慰我：“我知道，妈知道我不会放过他们的。”刘琦见状还想跑，被我爸一个木板拍倒在地。舅舅妈原本还想掩护刘琦逃跑，见到我爸怒气冲冲的样子，两人哆哆嗦嗦地跪在我面前。思雨，这都是误会，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？他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房间里？我妈气的话都说不清了。我们2家住得近，那房门怎么锁上了？他们夫妻俩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所以然来。报警！我要报警！我叫嚷着寻找我的手机，却发现手机屏碎了。在床上的时候，我竟然还胡乱地摁到了录像。我手上不光有录像，还有录音，这都是我的证据。别啊，思雨！舅妈情绪激动，冲上来想要抢我的手机。我不是推脱责任，要是报警了，思雨的名声可就毁了。见我爸妈表情有些松动，我哭喊着说：“我要报警！我要报警！我咽不下这口气，妈，我要报警！”思雨，外婆不知何时怎么来，你一个女孩子懂什么？要是名声毁了，你还能嫁给谁？看到她，我更加委屈，不仅为我，更为我妈感到憋屈。我穿好衣裳后起身，看着外婆哽咽道：“外婆，你让我不要声张，到底是为了我的名声，还是怕舅舅舅妈出事啊？”外婆恼羞成怒，
你怎么和你外婆说话呢？我妈愣愣地站在外婆的面前问她：妈，这么多年来，你再怎么偏心，我也没有半句怨言。可是雷子这一次做了什么事情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难道他是你的儿子，我就不是你的女儿吗？我就不是吗？你说的什么话？你们几个兄妹都是妈的孩子。我妈跪倒在地，是不是无论我怎么做，在你心里就是不如哥哥和弟弟？外婆也无言，眼里闪烁着泪花。今天这件事妈真的不知道，妈是老了，可也没有糊涂到要害外孙女的地步。见我拿起手机准备拨号，舅舅和舅妈就要上前抢我的手机。不能报警，不能报警，我侄子不能坐牢。我爸发怒一喝：姓刘的，老子忍你狠了，看见这把刀没有？老子就站在自己老婆孩子面前，谁敢上前一步，我就砍了他。舅舅舅妈不敢乱动。刘琦被吓醒了，看见我爸怒目圆瞪，举着菜刀，吓得一股尿液顺着裤子往下流。外婆往地上一瘫，嘴里直念叨着：作孽呀作孽，报警吧！爸妈不怕什么流言蜚语，爸妈只希望你这辈子健康快乐。有了爸妈的支持，我毫不犹豫地拿起手机报警。但是我舅舅冷哼一声：李思雨，你有什么证据说我只是强奸你？我还要说是你勾引的他，有什么证据？我手机里的录像录音算证据吗？舅舅舅妈想抢我的手机，却害怕我爸手里的刀，他们跪着求我放刘琦一马。思雨，那录像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传出去十里八乡，没人敢娶你。你不会想要当一辈子的老姑娘吧？我气炸了，都这种时候了，他们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反倒指责起我来了。你们放心吧，让我当一辈子的老姑娘，也要送那人扎进牢里。听了这话，舅舅舅妈的眼神灰败下去了，他们靠着墙沿无力下滑。警察赶到时，刘琦哭着说是我勾引的他，结果又被我爸狠狠地踹了几脚。警方看到我手里的证据，就把刘琦带走了。我们也跟着去了警局录口供。最后，刘琦因强奸未遂被判了3年，而我们也彻底与舅舅家决裂。可流言传得飞快，都说我被强奸了。刘家父母甚至还上门闹过，企图让我们赔钱。最后我报了几次警，刘家才彻底消停下来。可流言止不住，我们越解释，他们越起劲。有些人阴暗的窥视欲，只肯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。我已经无所谓了。为了避免刘琦家闹事，我提议让我爸妈跟我一起去大城市生活。我们俩土包子，哪能适应大城市啊？一定能。妈，你没事可以去跳跳广场舞。爸，你可以去公园找你下棋啊。我爸听完就开始蠢蠢欲动了。再说了，这里的人这么爱嚼舌根，你们听得不烦吗？他们俩本来还有些犹豫，见我执意坚持，纠结了一会，便答应了一起去大城市生活。不过这个老房子不能卖，到时候想回来了还有个地方住。好，没问题。我打开后备箱，将爸妈的东西放了进去。哟，老李跟着女儿去享福了。我爸得意地点了点头。是啊，跟女儿享福去了。他们有人羡慕地说，都说生儿子好，我看生女儿也蛮好的，还能带着去大城市享福。我爸听得乐呵呵的，可不是吗？生男生女都好，都是自己的孩子。临近出发，我把前几天不知谁发给我的舅舅的出轨照片，我转手发给了舅妈，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发疯了。算了，无所谓了，都和我没关系了。在一片欢声笑语中，车子发动，一片片田野变得越来越渺小，连带着那些流言蜚语、恶意揣测，统统都离我们远去。
我带着养育我的爸妈一起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，而我终究会在那一片城市里生根发芽，努力让父母过上更幸福的生活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